最近，黄金投资成为民众热门的理财选择。无论是在信义区的咖啡厅里，还是小巷的家庭聚会中，都能听到人们讨论住黄金涨跌。我们频道也出过很多期黄金相关的视频，尤其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背景下，黄金的避险属性更显突出，被许多人视为财富的守护神。然而，许多投资者可能不知道，自己辛苦买入的黄金很可能只是一串数字，而非真正能握在手中的实体黄金。根据2025年1季度权威数据，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疯涨 91.17%， 而全球可流通的实体黄金存量仅约4万吨。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期货市场庞大的交易规模。换句话说，大部分黄金投资者实际上只是在纸上谈兵，手中持有的黄金或许只是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冰冷数字凭证。走进金融街，各种投资公司的广告牌闪烁出诱人的光芒，其中不少都在大力推荐黄金期货投资。但鲜有人知，黄金期货市场的规模早已远超实体黄金的现实供应。以全球黄金期货交易的重要指标纽约商品交易所为例，在2025年4月，其黄金期货未平仓合约惊人地突破了60万手。如果这些合约全部进行实物交割，需要 514.69 吨黄金，但令人啧舌的是，2025年2月纽约黄金交易所实际的交割量仅有238吨。这巨大的差距清晰地显示，期货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投机行为，交易规模与实体黄金的实际供应严重脱节。对于台湾投资者来说，参与期货交易时，往往容易被高收益的诱惑冲昏头脑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：期货合约的本质是金融衍生品，交易双方并不直接持有实物黄金，而是通过杠杆交易赚取价差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一位投资者小陈在期货市场投入10万元，利用10倍杠杆就可以操作价值100万元的黄金合约。如果黄金价格上涨 10%， 小陈就能获得10万元的利润，本金翻倍。但一旦价格下跌 10%， 小陈的10万元本金就会血本无归。这种高杠杆的虚拟交易模式，使得市场极易被国际投机大鳄操纵，价格波动犹如过山车般剧烈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近年来黄金 ETF 等金融产品的兴起，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泡沫。走在台湾的街头，随处可见银行和券商的广告在推荐黄金 ETF。截至2025年3月底，全球黄金 ETF 持仓量达到了16044.6吨，而台湾本地黄金 ETF 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吸引了众多普通投资者。然而，这些基金虽然声称持有实物黄金，但实际上其持仓量与市场交易量存在巨大差距。例如，2025年1季度中国黄金 ETF 持仓仅增长 23.47 吨，而同期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成交量却高达惊人的 5.54 万吨。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蓄水池，进水量远远小于出水量，长此以往，泡沫破裂只是时间问题。这些现象充分表明，
金融市场的黄金交易早已远超实体供应，大多数投资者购买的黄金可能只是基金账面上的一串虚拟数字。一旦市场出现波动，这些数字黄金很可能瞬间化为乌有。站在2025年的时代节点，放眼全球，经济局势风云诡谲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层出不穷。而在这样的乱局中，黄金的避险属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中美贸易战在2025年不仅没有缓和，反而呈现升级之势。美国悍然对华加征 125% 的关税，涉及众多中国出口商品，中国也毫不示弱，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、大豆等商品实施 84% 的报复性关税。这种精准脱钩与金融博弈，让全球贸易体系陷入动荡，众多跨国企业纷纷调整供应链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与此同时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不断加剧，中东的区冲突不断，石油供应不稳定，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。欧洲也面临住能源危机和难民问题的双重考验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。此外，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高企，美国2025年一季度的通胀率达到了令人啧舌的 6.5%， 欧元区通胀率也突破了 5%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各国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，而黄金作为硬通货，其价值却水涨船高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牵动住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。2025年，美联储放缓了缩表步伐，并多次释放降息预期。实际利率的下降，使得持有黄金的成本降低。相比之下，持有货币或债券的收益吸引力下降，这进一步强化了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。对于台湾民众来说，除了全球经济风险，台海等地缘政治因素也让不少人感到忧虑。近年来，两岸关系持续紧张，军事演习频繁，这种不确定性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投资者将目光投向黄金，把它作为避险的重要工具。台中市金银珠宝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照崇孝就曾指出，近几年来，台湾民众买黄金的族群日益多元化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珠宝消费者。许多年轻投资者也开始加入购买黄金的行列，部分人正是因应两岸情势紧张，希望通过持有黄金来对冲风险。从数据上看，2025年一季度，台湾民间金条和金币投资需求大幅增长，这充分反映出市场对实体黄金的强烈偏好。面对黄金期货市场的巨大泡沫风险，台湾投资者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谨慎对待数字黄金，适度配置实体黄金，为自己的财富加上一道安全锁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专业建议，在投资组合中，黄金的比例不宜超过 10%。 这个比例既能发挥黄金的避险功能，又能避免因黄金价格波动对整体资产造成过大影响。在投资方式上，应优先选择实物黄金，比如金条、金币等。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正规渠道购买实体黄金，银行是一个常见的选择，像台湾银行、中国信托银行等，都提供各种规格的投资型金条，并且有完善的售后服务，包括保管、回收等。此外，
一些信誉良好的金店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比如台北的老凤祥、台中的元福珠宝等。这些金店除了销售工艺精美的黄金饰品，也出售投资型金条和金币。另外 Pico Taiwan 等专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，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贵金属条块和铸币选择，并且保证所售黄金的真实性和可兑现性。在购买实体黄金时，辨别真伪至关重要。近年来，台湾发生了多起令人痛心的黄金诈骗案件，比如有些不法分子用衣金、铜合金等材质冒充黄金，制作以假乱真的假金条、假金币；还有的犯罪分子搭建假投资平台，以高收益为诱饵，吸引投资者上钩，最终卷款跑路。为了避免上当受骗，投资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鉴别黄金真伪。从外观上看，真金呈深黄色，光泽柔和且自然，而假黄金颜色可能过于鲜亮或暗淡。进行密度测试时，黄金的密度约为 19.32 克立方厘米，如果测得的密度与此相差较大，则很可能是假货。利用磁铁测试也很简单，真金不具磁性，若被磁铁吸引，肯定不是纯黄金。此外，还可以使用化学试剂检测，真金不会与硝酸发生反应，而假黄金则可能出现溶解、变色等现象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，并仔细核对商家提供的认证证书，确保所购黄金的品质和真实性。投资黄金并非一本万利，其中蕴含着诸多风险，需要投资者保持理性，时刻警惕。回顾2025年4月，黄金价格一度气势汹汹地突破3500美元盎司，让无数投资者为之兴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后由于中美贸易谈判出现积极进展，以及前期获利盘的大量回吐，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，短短几周内就下跌了超过200美元盎司。那些在高点追涨的短期投机者，瞬间遭受了重大损失，有的甚至血本无归。而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，也不能掉以轻心，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政策的变化、地缘政治冲突的走势等众多因素，这些都可能对黄金价格产生深远影响。台湾银行的理财专家建议，投资者在购买实体黄金时，可采用分批布局的方式，避免在价格高点集中投资。比如，可以将资金分成基份，每隔一段时间购买一部分，这样既能降低成本，又能分散风险。此外，投资者还需注意黄金投资的流动性风险。实体黄金在变现时，可能会面临手续费较高、折价出售等问题，而黄金期货和 ETF 等金融产品，则可能因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无法及时平仓，从而造成巨大损失。因此，台湾投资者应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，谨慎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，并严格控制仓位，切勿盲目跟风。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不可替代，但投资者需保持理性，谨防市场泡沫和各种诈骗风险。
与其将大量资金投入虚拟的黄金期或和 ETF， 不如持有一定比例的实体黄金，为自己和家人的财富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。记住，真正的黄金不在于数字的涨跌，而在于它能在风雨来临时，切切实实地守护你的财富，成为你生活中的定海神针。